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然后坐我旁边的是葛医师，他是皮肤科医师，看我皮肤的人。那我前一阵子就是有吃 A 酸，我有跟大家分享。那很多人就是问我 A 酸之后的服用心得。那当初就是他叫我先吃 A 酸的，所以你可以问他看看，就是我为什么当初要吃 A 酸。但我原本是没有想要吃的，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要打雷射。我一开始找葛医师的时候，我就是为了我的毛孔、痘疤，反正就那一类的问题，我是为了这样子才想要去找葛医师的，但他叫我先吃 A 酸。我记得那时候志远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葛医师，我脸上有痘疤，你帮我打个雷射好了，你看要选哪一种，你帮我处理一下。”对。可那时候我评估他的肤质我是觉得说，其实还有一些痘痘，还有粉刺，其实摸起来皮肤是油腻的，那毛细孔是粗大的。你知道，如果要治疗痘疤之前最好是先把痘痘控制下来。那加上志远他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油肌、粉刺肌的状况，最好先把疾病控制下来，不然雷射打一打，那可是痘痘继续冒，那痘疤新的也会冒出来，这个有点治标不治本的感觉。所以我那时候是建议他 A 酸吃一吃，吃个6个月、12个月看看，稳定一点之后，我再把它选一个适合的雷射做痘疤还有肤质的处理。那所以如果我没有吃 A 酸，然后我还是打雷射，我还是有可能会一直长痘痘出来。对，因为你可能很不爽，一些内分泌然后一些压力。大概我的经验有1成的人打完雷射会爆痘，尤其是那种没有好好控制的打完之后满脸都是脓包痘，这个很难处理，变成打完然后长了新的痘痘、新的痘疤又出来，这个没完没了。我是可以一直叫你来打，然后一直赚钱但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很有道理。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他满脸痘痘，然后是真的红红的，然后又有痘疤，然后他的第一时间想法就是打雷射，然后有些医生就会跟他说，打雷射之后你的粉刺什么也会代谢掉。我觉得要治疗痘疤可以，但是痘痘一定要同时处理好，不然的话，这个我们说像斩草不除根一样，你打完新的痘痘又出来。那最好是药物和雷射，或者说其他的辅助疗法，焕肤清粉刺这都不错啦。但是最好要有一个主体的药物的治疗，不管你是吃药还是擦药。那如果你想同时治疗痘疤，我觉得也很好，但是不要忘了药物的治疗。长痘痘应该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一直出油吧？是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吃 A 酸，然后我只擦那些，就是去皮肤科，你们不是也会给我们那种药膏？对。那我擦那个会有用吗？那个时候我观察你，你那时候是脸泛油光，脸上有明显的粉刺，看起来毛孔比较粗大，这个都符合一些油肌、粉刺肌的状况。你这种情形脸是不稳定的，如果通常你只要一熬夜，那可能饮食一不健康，我预计啦，你痘痘就会很多。打完雷射，可能你暂时会改善可是那个效果可能没有很持久。不如那时候我的想法是先用药物帮你体内调整一下，先让你出油的这个皮脂腺呢萎缩，到萎缩之后出油量变少，你的皮肤会比较稳定，比较有光泽，毛细孔会缩小，而且粉刺会排出来。那搞不好药物治疗你就有一定的进步。那时候我们再搭配雷射，你会觉得有事半功倍的效果，在预算上也比较省就不用一直打雷射，药费一定是比雷射省。因为我觉得 A 酸其实没有算很贵，其实我在网络上有看，就是那时候我想说，就是大家吃 A 酸的心得，我自己也爬很多文，然后很多人说 A 酸很贵，可是我觉得它跟保养品比起来，它真的太便宜了吧。就是它不是一个多贵的东西，然后我现在吃半年，就是我自己觉得我脸上没有粉刺，吃了2、3个月之后，几乎脸上的粉刺会去掉8、9成以上，而且出油量会降到非常的低。因为很多人问我就是吃 A 酸的心得，那我一开始就吃了，你就开始油变少，然后痘痘好像有一小段爆痘，但很快就不见了，不到1个礼拜皮肤就恢复了，然后之后你的粉刺就全部浮出来。然后那个很奇怪，就是搓一搓它就全掉了。对，很多患者都说，洗脸那个粉刺就掉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你原本要清粉，对，原本要清粉刺要干嘛都不用它就自己全部都掉出来。它是一个很神秘的，然后你一摸你的皮肤就变算光滑，对，比较光滑，但是会有一点干燥，因为脸上的出油的这个腺体它被压制了，它有点退缩或是萎缩了，干一点。对，它脸上会比较干。但我就很想变干啊。对啊，其实很多找我们看诊踏进诊间就说我脸很油，要怎么治疗？我脸
非常油，很不舒服，我很没自信。那我这边是可以提供大家几个评估的方法，或者说你有什么情形，你可以考虑来找医生。有3种状况啊，大概蛮常见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一天到晚你都要拿镜子这样照，我脸是不是很油？因为你对自己很没信心，我是很担心我自己是不是出油。对，就是看镜子，我是不是满脸油光，会不会反光？那甚至有的患者会很焦虑，一直摸脸，然后感受一下是不是很油。真的假的啊？有人这样？他会很焦虑啊。那或他就是我下课10分钟，我就要拿洗面乳去洗脸，然后才不会觉得很尴尬，或是觉得很油腻。你已经到这种程度，最好可以来找医生治疗。那第2种人呢，他是已经油，然后他已经影响到他的自尊心了，他觉得说我就是很油腻啊，我看起来就是很糟糕，很没有吸引力啊。像如果有这种情形，大概有时候也要来找我们看诊一下。那第3种患者是女生比较常见，她化完妆之后，那个妆会有脱妆或是那个浮粉，或是那个妆啊，就是有点一块一块的，那都是油从毛孔冒出来，那个妆就贴不住了，整个跑出来。这3种情形，有时候你可能要来找医生看一下。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油性肌，然后我自己观察发现，就是我其实有点后悔那么晚才吃 A 酸的，就是我应该如果20岁知道我会吃，因为我不小心才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理，就是只有干性肌的人类会比较好看。我觉得油性肌很难好看的。我们台湾比较热，那热的话会流汗，那汗有时候跟油会混在一起。那有一个现象叫做乳化，乳化的意思就是说油跟水混在一起。你知道，一旦乳化现象发生，那个油会整个晕开。尤其像我们在高雄，那个很热，你那个汗水跟油整个和在一起，你就觉得那个人怎么脸看起来都黏黏腻腻、湿湿的，就滑滑油油的，那个看起来很不讨喜。所以有的病人就是因为这样子来治疗的。在视觉上的话，什么样的人可能是比较油性肌肤呢？我教大家几个方式。第一个就是你用看的，你就看第一个他的脸就是会反光，因为那个油本身就是亮亮的。等一下，可是现在也很流行那种看起来有光泽。对，那可是那个光泽感不一样吗？比较不一样，那种很像油光，很像满脸很油很热的感觉。那第2种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就是他脸好像一直有汗水，因为那个汗跟油已经乳化了。它会卡住吗？它那个油会跟水混在一起之后会扩散，所以整个脸看起来湿湿黏黏的。这是第2种情形。那第3种情形就是你直接看它有没有粉刺跟痘痘。粉刺肌跟痘痘肌多半都是油性肌。这个可是很多人会说它是什么干性的痘痘什么的。有另外一种情形是它的皮脂分泌很多，脸很油。对。可是它的表皮啊，我们皮肤其实有一个构造叫做角质层屏障。对。它那个角质层屏障受损，就会有脱屑很干，可是它又出油，这2件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。你说我很干，但是又很油。又很油，就是有一种术语叫做外油内干，这个我们等下可以好好的解释一下，到底什么叫外油内干。等下，所以那这个是保养品世界说的混合肌吗？还是你们世界没有混合肌？其实在这边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，就是说，其实皮肤的油脂有2种啦。对，第一种就是我们毛细孔里面的皮脂腺，这个大家比较知道，皮脂腺直接分泌油啊，从毛孔直接喷油出来，那它那个油会扩散，它会第一个是毛细现象，从毛孔里面浮出来，那第2个是扩散，它会扩散到旁边，这是我们所熟知的油，脸很油就是皮脂腺的油太多。那第2种油啊，是其实我们大家没有感受到，它是在我们皮肤里面一个构造叫做角质层啊，角质层屏障它那个油是固态的，很像我们那个猪油，有没有？室温下是固态的。其实我们脸上有一种油，它室温下是固态，你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真的。而这种油啊，它很神奇，它会抓水，那它很像水库一样，它会让你的皮肤不灵不灵，然后端端的，就是很保水的感觉。这种固态的油啊，它不会造成你油腻感。听起来很棒啊。但是这种油它如果一旦受伤啊，你的脸就会脱皮，就会发炎。所以一般讲外油内干的这个内干啊，就是在讲这个角质层屏障受损。像有一些你应该听过异位性皮肤炎啊、湿疹啊，都是这边受损。可是那个又很油，对不对？但它可能同时皮脂腺很油，这2件事是独立的。所以它这个是要屏障受损，很干脱皮。然后外面又一直爆油，所以他可能一直长痘痘，然后又有湿疹，非常悲伤啊。可是我们遇到这种状况，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去保养品的地方，他就会一直跟我说，你就是缺水。对，这个是角质层屏障缺水，可是问题是你可能是皮脂腺一直分泌油，所以一旦你出现这种皮脂腺太强，油很多，那你的角质层屏障又受伤，抓不住水的时候，其实你2个方面都要去做调理，一个是皮脂腺出油要降下来，第2个是你的这个固态的油角质层屏障要去做修复。这样不是很矛盾吗？因为你说出油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跟我们说，我们出油的人不能抹乳液什么，就尽量不要抹那些东西。对，有可能你越抹越油，这个。对啊，那你现在又说那里干，那我要怎么办？
所以这两个情形要一起做治疗。首先可能要治疗这个发炎的皮肤，也就是角质层屏障，擦药，擦一些药膏，有些抗发炎药膏去修补。所以怎样？那个发炎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缺水的问题，不是一直在那边擦什么玻尿酸啊什么什么。对，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，你其实发炎的时候，你可能可以补水，去补一些你缺损的这个固态的。对。但是抗发炎也是一定要，这个时候可以首先如果发炎的很厉害，当然擦一些抗发炎药膏。那市面上有出售一些，其实它宣称这个里面有添加这些我们角质层屏障所含有的油分，你可以去做补充，可能有点帮忙。谁会知道它是补充了的？对，所以有时候可以问一下皮肤科医师。你说直接问你们我懂。一些不要乱买。一些乳液其实要添加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配方。所以是有乳液是有功能性的。有功能性的。那可能厂商他去制作，你缺什么补什么比较好啦。那你觉得那个油脂是吃药降吗？对，其实这个控油一直是大家的最在意的事情。那其实控油很油很丑啊。我觉得可以分成两方面啦。控油一个就是化妆品，化妆品类的控油。其实这种控油是吸附型的，你可能擦一些粉把油吸掉，但其实仅止于此而已。对，医学上就第二种控油，药品级的控油，它才能够真正把这个皮脂腺的分泌给它降下来，可能要用药物。化妆品，所以我平常如果用什么控油洗面乳，然后那一类，对，一般你知道化妆水也有控油，对，像控油洗面乳啊，或者说宣称有一些控油疗效的粉妆啊，它其实多半是用一些像界面活性剂般的油洗掉，对，暂时觉得好清爽哦，其实等一下油就浮出来，对，那或者是说添加一些粉，它可能有加滑石粉啊，或者说滑石粉是怎样？用完有点像爽身粉的感觉，你如果所以用完它就会滑滑的，会滑滑的因为那个爽身粉把油吸住。你说化妆品吗？对，它里面添加一些粉剂，可能有一些蜜粉，应该拍上去，然后那个油会滑滑，油会被那个粉吸住，对，就哇，清爽，其实都是粉，那是一种错觉，达到暂时控油，或者是说那个粉呢，它跑到毛孔里去把你毛孔里的粉暂时吸出来，可是这个油是源源不绝的，你内在没有控制，它油就是一直永远一直这样生产出来，你只是暂时的把油脂移除掉，那其实油下一刻下一秒钟它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美妆品去做暂时性的控油吸油，不过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到一个病态性的出油，可能还是要透过药物，像这个志远吃的 A 酸，或者说我们其实有一些外用的药品治疗是循序渐进。之后如果志远吃完 A 酸，还是会后续帮你安排雷射治疗。会啊，我就是很期待，因为我以前有打过雷射，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觉得误会一场。